事吧。什么准备后事啊？怎么就要准备后事了？您不能这么随便看两眼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啊！您扎针、做汤药都可以的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准备后事。下官医术不精，侧夫人落水太久，几乎没了脉息，不成了。您再看看，太医，您再看看，您再看看嘛。不行，我们就多找几个太医来，找好多好多太医来。您救救他！哎，陆侧夫人，您给我请，您给我请，容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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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太医，徐太医可能有办法。他曾经救醒过一个闭气多时之人，只是他身份特殊，恐怕难以请动啊。徐太医，晦气！刚生完孩子就给我整这出，人都丢尽了，要死怎么不死外面去？少主，积点口意吧。李维，怎么样？嫡长主，请求您大发慈悲，去宫里请徐太医救治好小姐姐。徐太医，你知道徐太医是谁吗？徐太医是主上御用的太医。这深更半夜让我去找徐太医，万一让人揣测我想私自知道主上的病情，官司下来谁负责任啊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疯了！你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，惹上是非，咱们俩都有麻烦。去！赵芳如，站住！主上今日头风发作，服了药休息了，几位恐怕不能进去。情况危急，您就让我们进去见一下主上吧。能不能先请徐太医前去医治，人命关天？这徐太医是主上御用，外调出去的话会很麻烦，还请刘少主见谅。麻烦梁总管通融一下，之后我们自会向主上禀明，一切都与总管无关。哎呀，今日真的不行，几位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哎呀，不是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元英递消息过来，说郝家出事儿了，我得去宫里请太医去救他。不是，你这哪儿去请啊？你这就要闯宫啊！没有这么多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！干嘛呀？你是丹川的郡主啊，你擅闯新川宫，罪过更大。我进去，你干什么？你去啊？你会使这杆枪吗？松开！你千万别冲动啊！徐大爷，是不是？啥眼神？我认不出来。哎，武少主，何事？武少主，何事？人命关天，我找徐太医救人。主上命令不得入境呀！我会跟主上解释的。徐太医，谁呀？哎，我徐太医，我武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徐太医，你为何？徐太医，你赶紧跟我去救人。不是救谁呀？啊，救谁不是救我的这手了？可不行啊！没有主上的命令，下官万万不敢擅离太医院。怎么这么迂腐？我明日我向父亲我好好解释解释，行不行？你先跟我去救人呢。咱使不得手，使不得，让不让？你现在不让我们走，我就当场让太医医我。少主，快跟我走！退！少主，往后退！别逼我！退后！往后退，离我远点儿！都别逼我！快退后！哎呀，武少主，万万不可呀！这个人犯上啊！人命关天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今天必须带他走！快让开！滚！上车！让开！快！梁总啊，现在赶紧把人送回去，这事儿还能遮掩得过去啊？一旦让徐太医跟外人接触了，这打探主上病情的罪名可就洗不清了呀！我们会在辰时前把人送回来，还请梁总管通融。哎呀，刘少主，去换个热的来。夫人，我把孩子带过来了。给我。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必须得让郝家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，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他醒过来。他不能死，他必须醒过来。站住！让开！不让开，我血溅当场，我喷你们一脸！让开！
把徐太医给我送回宫去。是，我看你们谁敢！今天郝家的命我们就定了。少主，太医我们已经带来了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们进去救救郝家姐姐吧。你弄清楚，郝家是我的，他的生死我说了算，跟你们这些外人何干？他不是你的误解，他是个人呐。他是个人，他算是什么人？他费尽心思跑到我的面前，我给过他机会啊，如今是想要死在我的府上，徒增晦气。他不是想死吗？让他去死呀！你无耻！贱人！退下！争！快去！庶子杂碎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怕我禀明父亲吗？想要接人长短，得先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吧。二哥这么多年在护城寺是如何阅历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好自为之。太医，他怎么样啊？都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没事儿，咱们再等等。都怪我，要是平日里再多关心他一些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不怪你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千错万错，都是尹松的错。这药也关了，针也下了，怎么都没见他有任何反应呢？能做的我都做了，眼下只能看侧夫人的命数了。若能行转来，便能活下去；若是不能啊，侧夫人，侧夫人，不许哭！你家侧夫人还没死呢。郝家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你必须给我醒过来，否则等你孩子长大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他，你是自愿嫁给他爹做侧夫人的。你生下他之后，你就跟野男人跑了，不要他了。郝家，你若不在，等他长大了，我就让他跟着老二净学那些不好的。如果到了年纪，我就让老二就把他当作筹码，随便找一个人嫁了，就和你我一样，遇人不淑，凄风苦雨的过一辈子。如若他跟我哭，我就和他说：“你活该。谁让你生母不要你的？谁让你生母主动放弃的？”郝家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你要真的听到了都无所谓的话，那行，那你去死好了。但是如若你真的有一丝不想放弃，一丝替你孩子考虑的话，我拜托你睁开眼睛说句话好吗？郝家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就睁开眼睛说句话，郝家，郝家。夫人，
大姨。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？你说什么？他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郝佳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？太好了，侧夫人醒了，侧夫人终于醒了。侧夫人。太医怎么样了？诸位请放心，侧夫人醒了，眼下性命已无虞。太好了，不好，多救一下啊！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吗？我听说你们做了那么多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只要你能活着，我们做多少都没关系。你之前一直不开心，那是因为你病了。以后把身子养好，只有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，知道吗？以后遇到任何问题，一定要跟我们讲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在呢，干嘛总是一个人硬撑着呀？人活着就会有希望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以后这种傻事不准再做。天亮了，郝佳姐姐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但是二少主是不会放过她的。我们不能让她再在那个地方耗下去了。她如今下定决心要离开，我们要替她好好谋划谋划。老二巴不得要折磨郝佳一辈子呢，也不可能写休书。这件事的关键就在于川夫人。按九川卓选的规矩，即便老二不肯，但是只要有川夫人懿旨，郝佳还是能出府的。只是我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说服川夫人。唯有利害动人心，人想做成什么，总得舍弃什么。其实，宫里已经有人议论，郝佳是个祸水。若以顾虑声誉为由，我想川夫人是会考虑将郝佳赶走的。只是这样一来，郝佳的名声怕是不会好了。放心，如今她是不会在意名声这些浮云，只有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想名正言顺的离开，居然这么不容易，还要背上祸水之名。方才在朝上有那么多人弹劾，姑都没罚你，你倒还敢在这里跟姑提及此事？儿子斗胆，恳请父亲让好事出府。
如果好事还在二哥府上，他会死的。父亲，父亲也不希望外人说是二哥逼死了好事吧？闭嘴！你身为星川少主，为了一个女子，深夜闯宫，越过姑去寻姑的太医，这是妄行犯上。此等祸水，绝不能留了。父亲，好事他什么都没做错呀，他不过就是拼命帮二哥生了个孩子，二哥却苛待于他。父亲，儿子与他清清白白，日月可证，请父亲明鉴。看来你是不仅不知错，反倒觉得自己故用义气。姑要不要在朝上当着外臣的面嘉奖你？儿子确实有错，但是父亲，人命关天啊！就算是再来一次，就算是换了旁人，儿子还是会这么做的。父亲要如何责罚儿子，儿子都认，但请不要连累他人。还是不知悔改。来人，在。将武少主拖到宫门口，鞭20，所有人都盯着，不许太医医治。是。谢父亲恩典。主上，武少主是铁了心不认错了，从来都是打一下就哭着喊着要找纯夫人来，这一次倒是一声都不吭。打完以后，让徐太医给他看看吧。是。不争气的东西！疼死我了！尹奇，啊，怎么样了？来了，还疼不疼了？没事，这小伤一点都没事。哎呀，还说不疼呢，他这么狠。你别担心了啊，没有那么疼。父亲也知道，我去找徐太医呢，只是为了救人，没有其他的意图，所以呢，他就没下狠手。再说了，我天天被你打，我早就练出来了，我这皮厚着呢。不信，我现在就下地给你耍个大墙。哎，当初要是我闯进宫，你也就不会挨打。我能让别人打你吗？谁敢打你，我就一枪挑了他。就你打得过谁呀？到时候胳膊有脱臼。是，我是打不过，但谁敢欺负你，我就跟他玩命。我看他有几条命。怎么，心疼了？行，你要真心疼我，你就帮我上药吧。你帮我上药，我就不疼了。哎，不，尾椎骨下面。尾椎骨。哎呀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。不行，你必须得打我，你不打我谁打我呀？打人亲。哎。刚说什么？我说那个，我现在就想吃点大甜菜。我现在就想吃点这个糖醋里脊、樱桃红烧肉，还有这个桂花莲子羹。知道了。哎，多放点糖啊。自己上药吧。好。哎，手重啊。夫人，三少主来了。母亲，老三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啊？儿子一直想念母亲，
这方才经过忠义殿，就进来看看。快坐。哎，你呀是孝顺的，不枉你母亲去世以后，我一直带着你。最近帮着嫡长主打理户政司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在二哥手底下干活，受益无穷。近日二哥新添一女，还要恭喜母亲又多了一可爱的小孙女。母亲有见过小孙女吗？最近啊事儿多，还没顾得上去呢。我这也是，这户政司的事儿，还有家里生意的事儿，忙得团团转。但我这心里啊，一直念着我这小侄女，我就想着一定要百忙之中去看看。可却听闻了一奇事儿，说是二哥的侧夫人郝氏，像当年的何夫人一般，生产之后得了气郁症，险些自尽呢。哦，还是武帝拼了命的把她救下。这武帝纯是好心呐。可这宫中这议论纷纷，说武帝是觊觎嫂子，这，那是老二的家事，我虽然是做母亲的，但也不方便多问。是，母亲说的是。可如今，二哥和武帝都在被人非议，若再不插手，恐怕这……母亲，这郝氏无罪，新川又一向仁德，总不能把人处死了，来断绝非议吧？儿子认为，倒不如送郝氏出府，送得远远的。这人走了，假以时日，世人也就淡忘此事了。夫人，三少主，这是何夫人差人送过来的。母亲，这是……这簪子是他初入宫时我赏给他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还算是朋友。后来，他得到主上恩宠，又生了儿子，自此就生分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少时产子，并非他自愿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得了气郁，像中了邪一样，性情大变，不肯给任何人好脸色看。主上也不去看他了。当时我还挺高兴的。但后来，他竟险些自尽。夫人还是担心何夫人的。罢了，我马上下旨，准郝氏离府。母亲英明，真是菩萨心肠。多亏了三少主给川夫人吹耳旁风，眼下旨已经下来了，准许你离开二少主府。只是宫中尚有非议，编排是你让二少主和五少主兄弟感情失和，得需些时日才能让众人忘记。那这事连累了五少主啊，上官怎么说？上官说了，
吴少主他不在意，只是你的名声。我的名声是身外之物，别人说祸水，众人避之，但眼下对于我来说，也未必是坏事。你当真是变了？只不过把以前想的事情都说出来了。以前我选错了路，本无可追。没想到死了一次之后，我清醒过来了。纵然世间会有再度让我赴死之事，但也绝不会是因为男人了。以前呢，我把嫁人做生意，男人当做东家。但我为什么不做自己的东家？世界那么大，只要我肯，我什么都能做。我一定会带着长乐，好好的活下去的。小薇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谢你们。不用谢我们，要谢就谢你自己。谢谢你愿意重新选择。眼下只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出去，怎么带着长乐一起出去啊？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早就有计划了。走，你，我跪呀！跪下！儿子跪天跪地不会烦人。我起。我掐指一算，三少主和夫人是为了二少主府上的事儿叫我来的吧？怎么，觉得我老婆子在骗人？可二少主侧夫人的孩子，她确实是个女儿啊！神婆消息灵通啊！可你要真是算得这么准，喜宴怎么会是在新川边境找到你的？你莫不是怕万一生的是个儿子，你断男女失了准，从此没有路走了吗？哎呀，我的三少主啊，我只不过是回家看看子女，有什么不得了的呀？是，就怕神婆想孩子，我们帮你把一家子都接到新川来了。看看这个，你儿子给你写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二少主他信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们就对我这样？哎，别慌，别慌，我们又不是坏人，就是找你一家人过来吃顿饭罢了。二少主不是相信你吗？你再跟他说几句话，我保证你全家人一辈子有饭吃，好不好？说几句话？说什么话呀？这老六都查清楚了，这张神婆一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老的骗，小的欺男霸女，在乡间横行霸道。对付这种人啊，只要稍加吓唬，什么都答应。那之后怎么办啊？真的管他们一家后半辈子啊？我可没说管啊，就他们犯点罪状，够坐一辈子牢了，那不就是请他们吃一辈子牢饭吗？哎，等会儿，我立了这么大一功，你还回九龙珠啊？今晚就留下吧。让开！我可是跟上官静一直习武，你胆敢再说这种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呀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张神婆亲口说的。算了八字，又亲眼看了孩子，说这孩子确实不小，继续养在府里，容易让对少主最重要的那位与您离心。罢了，反正打一开始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。看到他，就会想到他娘那个疯样子。
也没什么用，就不留了。是。川夫人说你魅惑老五，使他犯上，因我们兄弟不和，所以你才留不得。说什么让你离府清修，不过都是为了维护我的颜面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出府了之后，千万不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。府里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这件衣服是府上的吧？布料也都是府上的吧？不慎穿了少主所赠衣物，还请少主再请允许我把这身水衣穿出去。不行，这件也脱下来。少主，脱下来。这套礼衣是我送给他的。郝家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夫人。我看谁敢！我说让他走，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我有话私下和嫡长主谈。是。乔芳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忤逆我！少主，我爹在代川长着20几座矿呢，偶尔忤逆一下丈夫，别人也会劝丈夫体谅的，不是吗？你一直不希望我能够怀上嫡长子，所以只能偷偷的在我的茶里面去放药。你数着黄历，等着自己继位之后，就想把我给休了。如今你我已经是名牌了，不如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下去吧。毕竟你也不能炸了我家的矿吧。所以还请少主和我一样，一日一日忍耐下去。你我就这样相看两生厌。我跟夫人说了，让你去她房里，夫人会护着你的，少主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侧夫人，明明也想跟您一起走，可小人的身契在内务厅里。我此番离府，就是不想再接受豢养了。我想像你一样，用自己的双手去谋生。现在我带着你，朝不保夕的，反而对你不好。而且，我希望你今后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路该怎么走，知道吗？
能你照顾我多时。如果不介意，你就叫我姐姐吧。好家姐姐，哎。姑娘七让我叫你姐姐，便是平等待我。那日明，定不能让姐姐失足离开。今后的路，姐姐要自己走了。愿姐姐走得平顺，一路坦途。谢谢你，也希望你今生一切顺遂。菜来啦！来，好家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，你可得多吃点。这也太丰盛了。哎，真太谢谢你们了，帮我想办法逃离了那个地方，让我可以顺顺利利的把长乐接出来住。好家姐姐，大家都是这么要好的朋友吗？就不要总这么客气。来，好家，欢迎你，谢谢。恭喜你脱离苦海，祝你以后海阔凭什么来着？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吃菜吧。吃大声。照着。好家姐姐，以后呢，你就在这酒楼安心的住下，你的月子餐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保证把你的身体养得白白胖胖。哎，干脆我们酒楼就推出一个月子餐如何？好呀，我们可以开一个孕妇和孩子可以置办东西的铺子，不光有孩子用的，还有孕妇和生产后的妇人坐月子用的。就借着月子餐和铺子，向大家普及孕妇的必要知识，让大家重视起来产后气郁的问题。关注孩子的同时，也能关注孕妇的情绪，这样才能母子平安、健健康康的。我同意。好，我也同意。诸位，咱们今天说这个月子餐，咱们书接上回说到这个产妇气郁，其实呢，这个妇人产后气郁啊，是一种非常寻常的疾病，并不可怕，但也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就要提到咱们这个月子餐了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提这月子餐呢？这月子餐有啥？快谈吧！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？这是我新找的画师。哦。哎，嫂嫂，3哥请画师是为了画一些图册，说明妇人生产的不易，然后配合说书先生讲述的内容发给大家的。真的？这还差不多。吃的怎么样？味道还习惯吧？多吃点啊，宝宝真可爱。这个角度好。饼的味道怎么样？是清淡一点，都很有营养的。少吃一点会有厌恶。华老板娘，谁是我夫人不知道？夫人找我。我听闻你们最近在酒楼和铺子，让人给大家讲产后气郁之事，可是真的？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您可回来了！一大早啊，侧夫人就被何夫人召见进宫去了。有说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夫人恕罪。
我们这么做，是因为经历了郝家姐姐的事情之后，才明白女子生产是多么不容易。若不能让人知道产后气郁之严重，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会像郝家姐姐那样，痛苦无人问津，只能以死作结。同为女子，我也想为旁人做些事，但凡有一人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优待，那便不枉。我也没有怪你们，只是事关新川宫颜面，现在已经有人知道郝家的事了。若是闹得人尽皆知，传到主上耳朵，免不了要降罪的。是我们疏忽了。罢了，眼下呢，主上未有所闻，我呢也全当不知。但今后你们需要谨慎，真闹大了，怕是我也帮不了你的。多谢夫人。来帮我浇点水吧。是。郝家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多谢夫人关心。那就好。当时因为郝家姐姐的事情，来宫里求见过您。您嘴上虽然不答应，但也帮我们向川主求了情。此事还没好好谢谢您。我也不全是为了帮你，误伤其类罢了。少主说，您生他的时候也有些气郁，不想见人，就连少主也。是我失言了。嬴政，他都知道了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少主，他也想与您讲话来着，但是怕您不想见到他。是我很对不住他。当年我年纪尚小，就稀里糊涂被送来大选，进了宫还要生孩子。我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就要当母亲，很是害怕。后来看到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，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，还整夜啼哭，弄得我无法入睡，整夜的熬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感觉自己一夜间就老了许多。我没有能力照顾自己，更没有办法把他照顾好。他越哭，我就越想逃，到最后就变得不敢见到他。久而久之，变成了亏欠他。见了郝家姐姐憔悴的样子，我大概能明白您当时有多么的煎熬。女子要当母亲，为了孩子是要舍弃一半自己的，这不是一件易事。或许应该放过自己了。整个宫的人都说我凉薄，苛待老练，偏爱时宜，不配做母亲。你却说我应该放过自己。我只是胡说，您只管一听。您当时无法亲自养育少主，不是错。但如今您要弥补的话，即使难以面对，也不应当是投报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啊。往事不可追，来日却还长。父母子女不应与往事痴缠，
而忘了当下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，就坐会儿吧。你们聊，我先出去。